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节目，也是因很多朋友不断的批评和建议催促之中，我内心有所感动，觉得应该在这个时候制作相关的节目了。目前本频道的节目播放清单中已经有几个主题了，我每次制作的节目都会编入相关的主题之中，这样比较方便关注本频道的朋友查找收看。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陆续制作这个新的系列。关于这个系列，我并没有制定计划，所以制作多少集，目前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一个主题而已。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大家都应该需要知道和了解的内容，因为我目前所制作的节目，除了一些知识性的分享以外，基本上都是带有一定批判性的节目，一直都在指出当代教会的问题，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说，我只是提出了问题，但是怎么解决却很少提及。这样就给很多朋友造成了困惑。为了帮助大家解开这些困惑，不再一味的只是提出问题，这个系列的节目将带给你很多正面的思考。好了，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主题的第一期，末世教会的出路一，必拆毁的神学院。可能这个题目看上去也有一点大，求主怜悯我，让我不仅可以站立得住，而且思路不要被搅扰。今天的教会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当代的教会与圣经中所提及的教会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有人说时代不同了，教会也会不同，我却认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是起初的，也是末后的，神并不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轴里，所以神的教会也不应该受时间的影响。就像我们看圣经一样，每个时代的人都能学习圣经，而每个时代的人都应该有完全的领受。圣经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变得过时。古人看圣经可以得到启示，现代人看圣经一样得到启示，将来的人也看这一本圣经还是可以得到启示。有人说，圣经是上帝留给人类的说明书，上帝不仅创造了人，还留给人一本使用说明书，只要人按照说明书上去做，那么你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人。而今天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在教会里喜欢读圣经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最喜欢读圣经的那一部分人，也就是看上去最敬虔的那一部分人，选择装备自己的地方不是教会，而是神学院。过去天主教时代最敬虔的那一部分人选择的是修道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在教会，而当代相当数量的最敬虔的人却不在教会，他们在机构任职，或是在神学院教书。很多人会抱怨，为什么在网络上看牧师讲道都还不错，可是来到实体教会，怎么感觉牧师好像水平一般般？这其中有两部分原因，当然实际情况不可能只有两部分原因了，我只是给大家指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两个原因。我们知道当代教会绝大部分牧会的牧师都是神学院毕业的。如果你所在的是家庭教会，由弟兄或者姐妹带领，今天先暂不讨论这一类情况。我们今天关注的还是大部分正常的教会，这些教会中做牧养的基本都毕业于神学院，
而当代的神学院已经逐渐的世俗化了。早期的神学院并不看重文凭这个东西，去读神学院的神学生追求的也不是文凭，所以一个学院自授的学位就可以了。可是后来人们逐渐将关注点转向了文凭，也就是学历，而不被国家或社会所认可的神学院就处于了尴尬的境地。很多神学生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神学院为了迎合这个问题，就选择对社会做出了妥协。当神学院的文凭被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门所认可的时候，那么神学院的教育体系也就不得不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部门的监督和管理。曾经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娶了一个非基督徒的太太，在这所神学院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因为神学院里是一群渴慕的学生，他们每天都在被教导应该找一个基督徒的伴侣，基督徒最好与基督徒结婚，不要找外邦人做另一半。而神学院的教授公然找了一个外邦人太太，这让神学生们感觉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老师是这么教的，但是老师自己却不这么做。无奈学院方只能找这位教授谈话，希望这位教授能够主动辞职，以解决当下的危机。没想到这位教授将神学院上告给了国家教育部，理由是神学院涉嫌信仰歧视。当初这所神学院为了能够被国家教育部门认可，可谓是大费周折。而今国家教育部门不仅接受了这个指控，还向神学院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神学院必须服从于国家教育部门的管理，而且从政治正确的角度，神学院不可以干涉教师的婚姻和家庭。这就是神学院世俗化的后果。因为神学院中像希腊文、希伯来文、哲学、教会历史等等课程的老师，他们可能在语言能力、知识结构上非常出色，从学术角度来说是合格的教师，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敬虔的基督徒，甚至有的老师根本就不信主，他们只是在某些专业上有所特长，或者他们只是喜欢研究语言、研究历史或者研究圣经。所以这些人教导出来的神学生一定或多或少的受自己的影响。所以一个不敬虔的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教导出来的神学生，信仰上能站立得住吗？很多神学院都有周期性的通病，如果这段时期神学院的院长非常敬虔，那么这个时期毕业的神学生也同样优秀。如果这段时期神学院的院长比较世俗，那么这个时期的毕业生也比较世俗。神学院教导不出来像样的神学生，你能指望这些将来的牧师可以照顾好教会吗？当然，不敬虔的神学院老师毕竟是少数。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才是重点。神学院的老师和教授大部分还是敬虔爱主的，关键是他们是当代最优秀的一批基督徒，但遗憾的是他们都生活在机构之中，而不在教会里。今天的教会的确很弱，因为大部分教会的牧师很弱，优秀的牧师都去教书，都去做行政了。如果神学院的老师和教授们不仅要教学，还能坚持牧会的话，那么可想而知，
这样的教会将变得越来越强。这是仇敌的诡计，一群最敬虔的基督徒竟然在神学院朝九晚五的上班，而无数嗷嗷待哺的基督小羊们却吃不到真正的粮食。所以我觉得当代教会的一个出路就是能够让神学院的老师们回到教会中来。教会才是培养圣徒的地方，神的心意不是在神学院。如果这世上最好的基督徒都在神学院，那么天堂里除了牧师就是教师了，没我们会众的事情。这显然不是基督信仰的真理。当然，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嘲笑我异想天开，或者会觉得这已经是当下的现实了，我们怎么可能改变呢？当然，在神学院还不是足够烂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对基督信仰的真理有信心，我们一定相信教会才是真正荣耀神的地方。其实很多牧师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神学院的学习经历到底对于牧会有多大的帮助呢？有一种说法，神学院所学的东西真正用在牧会的其实不到1%。您觉得这个比例可怕吗？这就是当代教会文化的症结所在。神学院并不是在培养神的牧师，而是在培养当代教会文化下的宗教牧师。这些牧师并不是在服侍神，而是在服侍当代的教会文化。所以我认为神学院加教会的这种文化，是将一群最有恩赐的人放在并不适合他们的地方，让他们做着没有意义的工作。一群渴慕学习的人走进的却是与世俗接轨的教室。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一间神学院每年的开支是巨大的，神学生们付出的代价同样也是巨大的。难道教会就不能培养牧师吗？还是今天的神学院才应该叫做教会呢？这种教会文化总有一天会走到终点。神学院不是高高在上的华丽殿堂，教会也不是专门开给普罗大众的低级扫盲补习班。神学院与教会应该融合在一起，神学生应该在服事和牧会中不断的成长，教会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神学院。也许您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也许您觉得我是在胡说八道，不过还是请你认真的思考一下今天的问题。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不能改变什么，但是只要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基督信仰的真理，那么改变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罗马帝国对基督徒长达300多年的残酷镇压，最终的结局又怎么样呢？基督徒将这个国家完全的翻转。今天的教会文化也是一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这个问题。很多牧师已经不鼓励会友就读神学院了，相当数量的神学生也明白自己为的只是那一纸文凭，或者说那只是自己人生路上的一块敲门砖，门开了，砖头便再无用处了。我们常常认为已经既有的现实就是合理的，所谓存在即合理，但岂不知上帝有时候也会任凭人的无知和虚荣。今天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一些真正活在真理中的牧师已经着手在教会中开办门徒训练班了，而这些训练班只有真理，没有文凭。教会
绝不是只是周末那么一场聚会而已。教会是基督徒从人走向圣徒的地方。设想一下，当神学院的老师和教授们走进教会，并且在众教会中来回游走，带领小组，带领团契，参与教会的服事，在众人中教导讲道，这样的教会你愿意加入吗？神的教会应该是众多神的仆人来服侍。神的教会绝不是牧师和师母2个人的夫妻店。神的教会只有一个头，那就是耶稣基督。今天虽然这样的教会不多，但我却能够看到希望，因为我对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充满信心。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系列性的问题，也是当代教会文化需要修正的方向。今天这一期节目的分享只是一个起头，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